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癖好，而且有些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。各位有吗？可以在弹幕里面或评论区留下你不被理解的癖好，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，只要在不伤害他人和自己的前提下进行，这些小怪癖也是无伤大雅的。那你们猜一猜，如果一个人喜欢长颈鹿，会痴迷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可能家里摆满各种长颈鹿的玩偶，又或者买各种各样长颈鹿有关的周边，除此之外应该也没有别的了吧？不对，这才哪到哪呢？有人痴迷到想把自己改造成长颈鹿的地步，而且这不仅仅是 cos 外表这么简单，他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脖子拉长，而且这一拉就是5年。不得不说，社交媒体的力量让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变得越来越疯狂，但有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西德尼·史密斯，35岁，来自美国洛杉矶。她自称是长颈鹿女，梦想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长颈鹿。看得出来，她就是妥妥的真爱粉了，都已经痴迷到要变成长颈鹿的地步了。然而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一爱好可以追溯到她很小的时候。从记事起，西德尼就是长颈鹿的狂热粉丝。由于她的脖子天生要比大部分同学都要长，为此还得到了长颈鹿的外号。当时的她很困惑，甚至开始讨厌自己的脖子，因为她只想和其他人一样。到了中学，西德尼喜欢上了阅读。他偶然在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当中发现了介绍巴东族的文章，里面的一张配图让他大为震撼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竟然有人会一辈子都戴着金属项圈拉长脖子，这让西德尼又惊又喜。原来自己的长脖子也有值得骄傲的一天。为此，他激动地告诉了父母，自己向往这个神秘的种族，也想用这个方法来拥有长颈鹿的脖子。对此，父母很无奈。在他看来，青春期的孩子总是天马行空的，或许等到他长大后，自然会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疯狂。可没想到，西德尼彻底被迷住了。他不仅经常去动物园看长颈鹿，还幻想自己也能拥有如此细长的脖子。平时在家里的时候，他也会尝试把衣架当作项圈拉长脖子。面对女儿的痴迷，父母虽然无奈，但却从来都没有担心过他还会做出什么离谱的事情。那么说到西德尼向往的巴东族，它主要分布在泰国和缅甸的边境，以族中女性的外表闻名于世。据说巴东族的女人从5岁开始就要在颈部佩戴黄铜圈，每长1岁就要多加1个，因此也被称作为长颈族。而且这一旦佩戴上，这辈子就只有3次机会能够摘下来，分别是结婚、生子和死亡。划重点，活着的时候只能摘掉2次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尊重不同的风俗习惯，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同的民族对于美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从视觉上来看，巴东族女人的脑袋就像是安在金属宝座上面的，颈部特别修长，但这却是通过挤压锁骨，使脊椎骨塌陷导致的，而脖子并不是真的变长了。可出于传统，巴东族女性就是以此为美，黄铜圈数量越多越自豪，也成为了巴东族独有的一道风景线。至于是为了什么原因而佩戴的，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，只能说是每个巴东族女人都逃不掉的命运。根据资料显示，确实有几个关于项圈风俗的民族传说。第一，巴东族人认为脖子是人类最脆弱的地方，如果部落的村民惹怒了神灵，他就会派老虎去吃了女人，因此巴东族女性要戴上一圈又一圈的黄铜圈，避免猛兽的袭击。第二，男人被看作是龙，女人则是凤凰，因此世世代代的巴东族人都要追随他们，模仿龙凤腾飞的姿态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为了独特的审美标准。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为了防止敌对部落抢走女人，所以故意降低颜值，在他们脖子里放黄铜圈。话说这看着就很难受，我想问的是，真的所有巴东族人都是心甘情愿佩戴的吗？对此，58岁的穆拉解释说，没有他们就不漂亮了。他脖子里面戴着20个黄铜圈，腿上还挂了几个，勤勤恳恳地保护这项传统。穆拉坦言，巴东族女性中背部和颈部受伤的病例非常多，原因也不言而喻，因为没有保险，也不方便去医院，又不肯摘掉黄铜圈，所以很多人都只是靠嚼槟榔缓解疼痛。不过穆拉也知道，这一传统只有老一辈的女性在坚守，年轻女孩们只是带着她们吸引游客。比如22岁的克里斯蒂娜，她在2年前彻底摆脱了黄铜圈。根据克里斯蒂娜的回忆，小时候刚戴上去的时候特别难受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、洗澡都不灵活，一到酷暑，脖子上的金属项圈还会导热，就像是酷刑一样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河里泡着，凉快下来。另外，不管是睡觉还是洗澡，也都不能摘下来，整个适应过程非常的痛苦，而且简直是噩梦。长大之后，克里斯蒂娜确实为了招揽游客、养家糊口，无奈之下才戴上了这些束缚的。那让我们回到西德尼的故事。
虽然这些信息都是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，但他似乎并不受干扰。他暗自下决心，等到18岁成年，一定要将梦想付诸实践。当然，在这过程当中，西德尼还是有过犹豫的，毕竟父母们都不支持他，朋友也无法理解。他也清楚这会成为大众眼里的怪胎，但他始终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没想到后来有一次 Lady Gaga 的雷人造型给了西德尼信心。当时这位时尚女王在出席 MTV 音乐录影带颁奖典礼时，穿了一条深肉战裙，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。西德尼也瞬间被他特立独行的勇气所感染，随即下定决心要开始落实自己的改造计划。很快，他请人定制了一套黄铜项圈，一共15个，以此来压低他的锁骨。据说全部戴上去的话，足足有2.3公斤。但一想到巴东族的女人一辈子都要带着这些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为此，西德尼在5年的时间里面逐步增加了脖子上的项圈。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实现梦想的西德尼很是兴奋，他一下子成为了香饽饽，许多知名电视节目都争相邀请他登台。在他的社交媒体上，他还会分享脖子转变的情况，偶尔还会上传自己身穿长颈鹿花纹衣服的照片，是个名副其实的长颈鹿女。大部分时候，西德尼都很庆幸自己勇敢追求了梦想，事业才会顺风顺水。可事实上，以这种方式出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西德尼是典型的人前光鲜，人后狼狈。他严重低估了这些项圈给自己带来的痛苦。戴着金属项圈的西德尼不能弯腰，不能开车，更不能做运动。一出门，路人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，当然也会有一大批想合影的人。总之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，没有片刻的清闲。起初这些都还不是问题，毕竟他还在兴头上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满腔热情也会被浇灭。西德尼开始反思，每天这样24小时都带着这些东西，是否真的是值得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自己还能坚持多久？然而，真正让西德尼决定放弃这一行为的是他内心的孤独。据他透露，自从戴上了金属项圈，几乎就没有了日常社交。虽然朋友们都尊重他的选择，但一起出门还是会觉得很异样。渐渐的，彼此就没有了往来。西德尼也因此越来越内向，无论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是心理上的转变，都让他开始明白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脖子里面的东西给控制了，这是很不好的兆头。看来是时候摆脱长颈鹿女这个名号了。于是他终于把这些沉重的项圈取了下来，锁骨周围全部都是肉眼可见的淤伤，特别的严重。更让他害怕的是，脖子变得一点没有力气了。据医生诊断，他的脖子过分僵硬，需要治疗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。就这样，在理疗师的帮助下，西德尼开启了漫长的康复之旅。好在治疗过程相当的顺利，他的颈部力量恢复得很快。不过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脖子确实有变长了一些，看来这办法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用。不过这回西德尼还算是清醒的，说是因为好久都没有看到光溜溜的脖子了，是视觉错误导致的。实际上脖子的长度压根就没有变过。当被问到是否后悔，西德尼毫不犹豫地说不，至少他完成了多年的梦想。说实话，他还有点想念脖子上的分量感，可怀念归怀念，他怕是再也不会做出这样迷惑的行为了。喜欢长颈鹿没有错，但可以换一种方式热爱。其实西德尼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，对于他来说，摘与不摘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。相比之下，巴东族女性的命运就没有这么自由了，她们是别无选择。但是自从爆发疫情，没有了游客，像克里斯蒂娜这样的年轻的巴东族女性也不愿意再居住在部落，更不想继续戴着黄铜圈。因此，他们顺势摘掉了这些束缚，纷纷离开部落去城里谋生了。因为疫情这一契机，巴东族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们失去了游客的同时，有一部分人却开始走向自由的未来。有人觉得这是好事，有人却批评这一做法。我倒觉得，至少新一代的巴东族女性有了不一样的选择。她们摘掉的不只是脖子上的枷锁，也是自己内心真正的束缚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匪夷所思的个人癖好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